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首先要祝福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劳动节快乐。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共国的外交部最近对美国的关税战进一步的一个回复啊。那自从上2个礼拜，川普政府把中共国的关税加到了245%之后呢，中共国的回复说自此之后一律不予理会。那这个不予理会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认从了，就是他不要再打下去了啊。可是呢，自此之后呢，中共国那一边呢，一直就安静如鸡啊，是没有任何的对策，直接就摆烂装死了，也不敢再反制美国了。可是就在这2天呢，中共国的外交部是突然的发出了一个充满鸡血的一个宣传短片啊，说的是我们中国不跪，永不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中共国的鸡血短片先。你听说过台风眼吗？看似得到短暂的风平浪静，实则是引军入瓮的致命陷阱，酝酿更加猛烈的腥风血雨。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又专门排除中国对其他国家玩起90天缓刑的游戏，胁迫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就像暗藏杀机的台风眼。向霸权低头，就如同饮鸩止渴，只能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美国曾以日本半导体倾销为名，重拳打击东芝等企业，之后又以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美国还以长臂管辖作为武器，强行肢解法国工业巨头阿尔斯通，让法国痛失一度领先全球的支柱产业。历史已经证明，妥协退让难求网开一面，卑躬屈膝终止步步紧逼。中国不跪，因为我们深知，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中国不退，弱国的声音就有人倾听，霸权的欺凌就有人阻挡，世界的公理就有人守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不代表全世界，美国贸易在世界占比不到1/5。当世界同舟共济，美国就只是小船孤篷。帝国主义者都很傲慢，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可以想象，美国还会出尔反尔，待价而沽。中国也必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担当，任尔东西南北风，乱云飞渡，仍从容。黑夜之黑，更显星光璀璨，总要有人站出来高擎火炬，劈开迷雾，照亮前路。当每个国家都挺直脊梁，世界必将冲破霸权的高墙。为中国，为世界，吾辈当奋发图强。中国不跪，中国不让，一切反动势力都是纸老虎。哇，这个看了之后啊，中共国的这些爱国区们就嗨得不行了，就觉得哇，我们这个大国实在是太硬气了啊！那在我看来呢，他以上这个充满鸡血、充满战狼味道的这个宣传短片呢，其实就是做给他们自己的爱国小粉红看的，是去安抚他们的情绪，给他们打一打鸡血。因为现在自从川普政府把中共国的关税一下子拉到了245%之后，中共国的出口贸易就彻底的凉了，它每一年出口顺差就有几千亿美金。那这个时候他被川普政府一巴掌给拍死了，他又不敢再继续反制美国，所以说他憋了1-2个礼拜，终于憋出了一个大招啊！那这个大招呢，就是我虽然说我在行动上干不过你，我也不敢继续的来反制你，但是呢，我要打嘴炮，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纸老虎，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一切的反动势力都是纸老虎。特别有趣的是啊，他在发布他这个宣传片的时候呢，他把里面的这个反动势力一开始是打的是反对势力啊，后来呢，他又把之前发的给删掉了，改成了反动势力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他这个反动势力啊，他这个反动势力呢，其实和这个反对势力是有很大的意
意义上的区别的啊。它这个反动啊，其实是充满了毛那个时代的文革的味道在里面的，还记得吗？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经常喊的口号就是打倒反动派，这个就是毛的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时候，他那些红卫兵喊的口号。反动派就是说，他直接先发制人，先给你扣一个口袋罪了，就是说你已经是死罪了，你没有办法你再去反驳和反抗了啊。但是反对呢，是出现在民主社会当中的一个词语，譬如说反对党、反对的声音。反对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去商讨的，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声音的。可是，在中共国它这样的独裁专制的、它这样的邪教国家当中，它是不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的。所以说啊，他当时他在写这个文案的时候，他就不小心写错了，写成了民主国家的用词，一切反对的势力都是纸老虎，改成了一切反动的势力都是纸老虎。你看到没有？把这个反对改成反动，马上就特别的符合中共国独裁专制的那个气质啊！你看，反动、反对，气势上是更上一层楼，更加有杀伤力啊！那在我看来呢，他这个所谓的短片，除了去给他们这些快要饿死的中共国爱国小粉红打鸡血之外呢，我觉得当他用反动势力都是纸老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其实也是在警告他们中共国国内的，就是很多那些蠢蠢欲动的、想要揭竿而起的、在挣扎求存的中共国人呢，因为他是反动势力嘛，你敢揭竿而起的话，你敢造反的话，那就直接打成像文革期间的一样，这个反动势力直接就给你定死罪啊！那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短短的2分钟的宣传短片呢，是有2层意思在里面的啊。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他这个宣传短片里面拼命的去剪辑了很多他们中共国遥遥领先的东西啊，他们的智障机器人、他们的火箭、他们的航母。他们的芯片啊，就是有各种哇特别的遥遥领先的大国风范剪到里面去啊。可是呢，他所展示的东西啊，就是没有一个是他们自己做的，都是偷人家的技术、偷人家的东西来左拼右凑拼出来的啊。就包括他们的大飞机，都是买人家的零件自己组装出来的。我都不知道中共哪来的底气和颜面去炫耀，在这样的影片当中一边说着狠话，一边秀着人家的劳动成果。那更加滑稽好笑的是呢，他这个短片当中就是严重的贼喊抓贼啊！你看他是那个做贼的，他是这个世界上的贼，他偷了全世界人的一个劳动成果和享受了他做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贸易顺差的果实。可是他现在呢，他在他的短片当中义正言辞的说啊，你们美国是霸凌全世界。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日本，你霸凌日本，霸凌法国，这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啊！还拿出了好几个历史合约、历史条约来说事啊。可是呢，只要是针对中共国的任何的合约、任何的条约，都将变成历史文件，他都不 care。但是呢，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伸张正义的人呐，我要捍卫到底，我要死扛到底，我绝不认输，我们中国绝不会跪的。就是一个贼，他突然变成正义的代言人了，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还有再来就是确实中共政府、中共政党确实从来就不用跪的，因为中共他是统治者呀，他是皇帝呀，他是权力的所在，他当然不用去跪美国了，因为他是享受成果的那一群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皇上、小学博士当然不会跪呀，他是天子啊，他是圣上，哪里可以跪，对不对？但是呢，他下面却有10几亿的跪民。每天都跪着，一直都跪着，从中共成立的那一天到现在一直都是跪着的，从来都没有站起来过。所以说中共的外交部才可以如此理直气壮的说，中共不跪，
中共不退，因为他们下面的人一直都是跪着的嘛，所以说他不需要去跪呀，都已经替他们跪着了，而且任何的结果都是由下面的这跪着的奴才去承担的，跪着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是刻在他们的基因里，刻在他们的骨子里的。哪一天你让他不跪了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不舒服。那所以说呢，中共他才有如此大的底气去喊这样的口号啊，因为美国政府跟他们比不了啊，美国人不会跪的。你看，如果你让美国人几天没有饭吃，几个月没有收入，全部都上街去抗议了，全部都去打砸白宫了啊！可是呢，中共国就不一样啊，中共国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些贵民啊，可以跪着饿个3年5载的都不成问题。他不但可以长期跪着，他还可以跪着开心的吃草根，开心的吃树皮。这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不具备的一种特殊的能力。所以说啊，美国政府啊，醒醒吧，中共国不会跪的，跪的都是人民啊，他们早就跪了几十年了啊，反正一切的锅都让我的贵民去背吧，这就是中共的言下之意啊。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